们没有办法理解台北地检署借由过去将近2个月羁押柯文哲主席，对台湾民众党从上到下这么多的党公职，甚至是支持台湾民众党相关的友人，展开铺天盖地的追杀，搞了2个月，请问台北地检署，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起诉柯文哲？今天是台湾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历史上会记得今天。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寿市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功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哥，大家好。好，那台北地检署正式申请对包括柯文哲主席、包括彭正生申请延押。那这是今天的新闻稿。那台北地检署承办检察官针对羁押期限即将届至之彭姓、柯姓被告，依法在今天25号向法院申请延长羁押。然后包括彭姓被告部分为什么就柯姓被告部分为什么要去延押，说出了相关的一些的内容。这里面提到了几个，好，第一个这样延押，第二个那里面直接讲到许姓被告。因为还滞留海外没有回来 ，OK？ 那你也知道许姓被告会是谁？现在全台湾大家都知道橘子，好不好？大家都在找橘子。那包括许姓被告，包括在这里头，尤其对柯文哲主席这一块讲了这一段，一个是重要关系人许姓被告滞留境外，而且仍有被告就柯姓被告于市长时期之救赎及相关证人尚未传唤到案，考量被告虽已卸任，但仍具有一定的实质影响力。有没有很熟？郑文灿是不是？大家看到这个就想起当初郑文灿前副院长那个时候一直申请押，然后没有过，押没有过，最后出现了一个实质影响力内仗，结果最后成了 OK。那这次又出现了一个实质影响力，反正北检意思我就是要延押，包括彭，包括柯，然后沈庆金、易小薇，那李雅婷都已经开完了，现在一路往下走，橘子然后被通缉以外。同时，橘子那地检署也函请我们的外交部把护照给废掉。庄家，这一路走到现在，对北检来说，现在就是要这种我就是要押，因为我就是要办。虽然黄国昌直接说他很震惊，但是看起来就是要这样走了。基本上柯文哲会被延押，申请延押，我想大家都不意外。但是今天会比较意外的是彭正生，因为大家觉得彭正生不是9次10次了吗？都很配合吗？怎么竟然是还押？吴敦明反而可能拒保停押。然后当然这里面检察官呢就讲出他的一个理由，彭正生这里面呢他会讲到是他涉及了图利，涉及了财产来源不明，但是没有行贿收贿，这是所以彭正生其实看起来至少在金华城里面是凤交下对，是凤交下的一个角色，但是他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呢，供述不一，就是代表彭正生所讲的，可能在这个中间的这么多次的提讯啊、结问之下，所以呢，还继续的被申请延押，所以彭正生是这个状况，但是柯文哲就有趣多了。柯文哲在谈的时候呢，首先呢谈到柯姓的一个上一次被他羁押的时候，没有很明确的讲说，只有很明确讲说图利，没有很明确的讲说违背职务收贿，这一次是非常明确，违背职务收贿，所以柯文哲在这里面违背职务收贿，至少检察官里面可能要呈现的事证里面是有这件事的，然后再过来讲的更清楚的是有勾串共犯和犯人证人之事实，这以前面的时候还是有之余，现在是有。就是代表着柯文哲在这过程中，显然检察方包含有人讲说，把那个整个那天在拼命删的赖或什么的群组有勾串的事实，又非常清楚。那当然还有就是橘子滞留国外，尚未传唤，还有一个也大家很关注的是市长实习之救赎，对，还有哪个救赎啊？大家在想到救赎，就是为什么他洪建义那时候会拿出了秘鲁姐，对不对？然后还有不是那个33也是救赎，还有黄珊珊也是救赎哦。这个插一句话，也是现在的赎啦。对，不要想在台湾的人，
黄珊珊那个船票就去了啊。所以你说还在海外？还在海外？不是，在这个里面有很多人都有未到岸的证人。当然，只要在台湾内部的，没有人传不到的，是吧？很容易啊。所以他告诉你都在国外了。我想应小薇那边好像也有啦，沈庆金一定也有啦。现在你看到的是彭正生也有哈，柯文哲有，柯文哲还至少3个。柯文哲的那一段就至少3个嘛，救赎嘛，证人嘛，加许姓被告嘛。每一个都有他救赎谁在国外啊？所以这个台北市议会就又要一个调查小组，清查柯文哲时代的救赎，他是现在的下落一个调查委员会。然后可以提供一个参考标准。最近有一些人被点名，但是呢从来不回嘴的。想一想，跟张敬源先生有关的。有一些人消失了，所以他被点名了，然后以他以前的个性，一定回嘴，一定在网络上回嘴的。那里面有1个吧，还是2个，完全安静无声，好像不存在于台湾社会。好，你慢慢猜，你慢慢想，来。当然，第3个呢，这也是很特殊，因为呢，其实呢，像橘子，对不对？竟然会写在同一个声明稿里面，就是说这个橘子已经正式的发出了通缉，对，而且请外交部领事局呢注销他的一个护照。这里面还讲说他们有策动，希望请他的友人去请他回来，但显然他就是完全不鸟你就对了。对，就是先前的时候，其实呢，最早有媒体讲到橘子的时候呢，其实检方那边呢还是说拜托一下，不要干扰我们的作业，因为他们是希望有策动橘子回来了。但是后面呢，也就看到了嘛，就是洪建义的朋友恰巧在大阪看到，对不对？大阪看到，可是呢，看起来橘子就是不回来。媒体去找这橘子的爸爸也说好久没有联络了，但是这里面就要变成撤销他的一个护照。可是撤销护照里面变得，其实后面当然还有很多状况要去处理。所以瑞德为什么会讲说他干妈托梦，对不对？到香港去。因为撤销护照之后，很多国家是现在就没办法入境了嘛。但是如果他出去之前带有其他大陆的那个台胞证，那是不是有其他地方去？然后你要回到那个洪建义的亲戚在大阪看到的里面，还讲了橘子身边还有好几个年轻人。那些年轻人是谁？是橘子的朋友，还是其他状况？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核心就回到了橘子了。那橘子身上，那当然橘子身上呢，就是大家会很关切的，是不是这个？其实大有疑问。因为冷钱包，因为很奇怪，创下为什么陈志汉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这2天自己丢一个冷钱包的话题出来？为什么？因为以前就直接几个字就打死你啦，子虚乌有，科幻小说就结束了，你也不要再跟我聊这些事情，因为当他踩死是这样的时候，你也没话讲，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证实到底哪里有没有叫做冷钱包或什么这些玩意儿。可是当他开始要跟你讲这些东西，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而且陈志汉讲的这个冷钱包呢，是不是真的就是所谓的冷钱包？检方所在乎的还未必呢。因为你冷钱包，你当时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说新闻上也有讲，当时的时候他在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当场送他个冷钱包，然后柯文哲所以柯文哲后来好几次，包括选举的时候，虚拟货币能不能成为募款，要推动那个虚拟货币，所以很多人都对于柯文哲喜欢冷钱包这件事情讨论冷钱包，认为它是一个政策，都知道。所以可是这个时候陈志涵突然抛出来是说，代表冷钱包确实可能是下个阶段里面案情的一个核心，但是是不是陈志涵突然讲出来的那一天的那个当年科技厂商送个冷钱包，因为你在台湾可以有，难道你到其他地方不会有吗？冷钱包，而且重点从来就不是冷钱包长什么样子嘛。冷钱包里面对吧？记了什么，存了什么，那个code是什么，那个才是核心中的关键。那为什么对冷钱包这么重要呢？因为现在案情来讲，已经是不只是金华城不怎么样了，而是柯文哲的冷钱包和柯文哲交朋友的故事。现在柯文哲怎么交朋友？柯文哲在这个过程中是在哪些阶段里面，他的交朋友是不是非常密切、非常积极，交了很多朋友？而为什么交这些朋友？我相信过去曾经在那个冷钱包或是 USB 里面有出现跟他交朋友的人，现在大概头都很大。现在看起来的话，当然创下刚刚讲到柯文哲交朋友这些的故事，他牵涉到是柯文哲，我觉得一夫好像在节目也讲过，那是对人设最大的一个讲伤害吧。
因为2014到2024之间的柯文哲，你在2014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柯文哲交朋友的这一段，因为你会觉得他就是蓝绿两边都没有办法让台湾社会满意，因为真有太多的一些所谓的他的口中所谓蓝绿都垃圾啊，类似这些，所以那时候柯文哲一直到现在，当你看到他有这么多一些的朋友的时候，这是不是对于人设来讲最大一些影响？所谓的他的口中所谓蓝绿都垃圾啊，类似这些，所以那时候柯文哲一直到现在，当你看到他有这么多一些的朋友的时候，这是不是对于人设来讲最大一些影响？金华城这个案子，好，那金华城这个案子里面有没有涉及到包括检方现在讲的图利或贪污受贿，然后接下来那个政治现金或冷钱包这些，是不是对于柯文哲的人设各方面一些影响？但你现在回头来看，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都判断得出来，那应该就会延押，而延押再接下来呢？那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会有民众党陈燦自己丢了一个冷钱包的事情？这所有一切好，但是今天延押这件事就算意料之中。当然，黄国昌总召的回应应该也在你的意料之中。先让你看一下，那民众党黄国昌总召他们怎么回应的？来，那至于你刚刚所讲的台北地检署说要申请延押柯文哲的消息，我真的是刚刚才听到，但我必须要老实跟大家说，我非常非常的震惊。我非常非常的震惊，当初柯文哲主席选择不要抗告，他说得很清楚啊，我让你们压2个月啊，我配合你们调查，我让你们压2个月啊，压了2个月以后，我们所有的政论节目跟所有有特殊管道、有经营检调关系的媒体，到目前为止出现的金流版本，我想应该有10种以上了吧。10种以上的版本，随便找2条，现在就可以起诉柯文哲了。压了2个月，找不到证据，现在要继续压人取供。来，俊宪，你要不要先回应一下黄的你的同僚？那个大律师，你一听就我看你忍住，好像没有笑出来。这完全没有经验嘛。他应该没当过律师了。哦，听说他有出过庭。对啊，他有出过庭。馆长那件事情好像他是委任律师。被告说：“我你两个月你也给我起诉。”哇，有这种被告，还限期让你侦办。侦办没有的话那我就给你时间2个月而已。这开玩笑，这个案情开枝散叶。那检方当然有一个权利嘛。那重点是还要经过法官的同意。好，所以检察官也必须呈现一定的必要性，还有证据嘛。再来，怎么会没有金流呢？你看叫了多少人去问的？一大堆人嘛，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数字，每个人都说这些钱。那谢国良就是了，谢国良出来证明一切，你们不用猜。他只证明交朋友。没有说你们不用猜了，那个就是。所以那谢国良就是很清楚的一个证据嘛。再来，这个橘子跑掉以后我是觉得橘子的出现让大家都很震惊。我相信柯文哲身边的幕僚更震惊了。尤其一些什么自称战狼啦，什么发言人，以为是核心，自称核心的，发现原来自己离柯文哲那么远，人家这个才叫核心，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案件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就是到那个 USB 这种东西嘛。因为我记得我上次节目有说过，柯文哲当检联搜索完，他自己出来。我看到那个电视画面，就是有报很多资料的，报好几个纸箱嘛，对不对？里面我不晓得了，可能有书啦，有资料啊，有一大堆什么东西。柯文哲什么都没讲，他只讲收一个 USB， 可见其他东西他根本连提都不提。他只说收到 USB， 然后就开始编故事，对不对？确实啦，很多的侦办都是从 USB 出来。但各位在想，如果今天没有这个 USB 呢？那这个案件怎么办？就什么都没有，很有可能就可见这 USB 是很重要的机密东西在里面。大家还记得检联去敲门的时候，柯文哲在里面好像蹲厕所了、洗澡1个多小时，是不是这样？那 USB 还摆到让人家收到，那段期间，
不用说吞下去，那个把它咬碎了，怎么吞？马桶一冲就没了。丢到马桶也可以啊。你怎么搞到让人家收走呢？还有，我看很多人在都猜测，橘子身边也带一个 USB 啊，这里面就是相关的柯文哲重要资料。如果橘子身上有 USB 的，就柯文哲那个的拷贝份，那柯文哲那 USB 他就把它破坏掉了。哦，因为你那边有一份啊，我干嘛留着？我直接就把它弄掉。而且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橘子是谁。没有人知道。到那个时候就搜索的那个时候，大家还是不知道橘子。所以可是橘子出国的那一天，就是柯文哲90度鞠躬的那一天。所以橘子身上有的东西可能有一些机密了，但唯一就是没有办法复制，连橘子都没有，只有柯文哲自己才有的，在柯文哲一个 USB 里面，这个比较合理的推测了，对不对？所以柯文哲不能把那个 USB 给自己身边那个给破坏掉，破坏掉有一个东西他就不能。他们找不到了，所以冷钱包的推测是这样来，是不是啊？没有，可是陈志涵现在就跟你讲，那个冷钱包，因为熊太这个，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样？他就是人家送的一个纪念票吧？各位谁没有参加过活动？参加活动拿到个悠游卡很正常吧？就类似像这个样子而已啊。但陈志涵这个发言人讲了，他说啊什么去搜索的时候查到一个盒子，就以为是冷钱包，然后里面应该就是有藏了1500个比特币，那个时候有谁知道1500？那时候对，那时候时间是不对。那个时候有谁知道有1500？那时候1500年根本没有，那是拿 USB 回去读了以后才读出来的。说难怪这个陈志涵没有办法成为核心，就鬼刚出来我别讲啦，这个时间点根本抽不出来嘛，可见他根本胡扯乱扯嘛。如果你大到几亿以上，那就不会用现金的啦，那就非这种虚拟货币不行的啦。对，所以现在虚拟货币为什么成为？比如说啊，你卖军火的啦，卖毒贩啦，甚至像这种肮脏钱在流动的时候，最喜欢的，所以全世界都要合作这一块啦，所以我看柯文哲的这种状况下，黄国昌一直讲说没有收到，没有什么金流，是啊，那民众党说什么没有冷钱包，你等着看啦，所以。我认为检方目前的相当掌握。如果一个 USB 里面的话，就我们看到已经有这么多故事，那其他没有曝光的，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里面一定会有柯文哲很舍不得，他不能丢，他丢了就从此再也找不到了，就没有了。那唯一最有可能的，大概就是不然我也想不到，你们帮我想一下，那就是什么冷钱包的钥匙吧。那至于说还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看起来有了，我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了。刚你们猜都你们讲的什么山啊什么，属于还有东那不是只是在说救赎吗？救赎。对，他是立委呢，立委现在是会期当中，对啊，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会期结束不会有什么行动？通常当然你会期当中可以传唤了，但你不来的话，立委如果拒绝了，你不能拘提他嘛，对不对？所以一般在民代的侦讯上，通常都会闪开他的会期，这个也是比较合理的。我不是说黄大山也有牵扯到了哈，我是说各位刚刚乱猜的那时间，那到底柯文哲还有哪些人没有到案？如果照检方讲的是，他接下来还会有新的人要传唤哦。是啊，显然照检方说的是还有没浮上台面的，还没传的，对。其实这也是我相信这是让黄国昌他们会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方，就是你2个月你为什么不干脆该传你都传呢？像东豪讲，你只要是在台湾的，你就传嘛。那橘子你都想办法去找人家去想办法去说服他策动他要不要回来，那你为什么2个月还有人没有传？但是显然照检方的说法，一定还有没传的，不管叫救赎、叫证人、叫被告、叫什么，就一定有。不。那个他检方自己把它写出来，那就非有不可啊，是吗？对不对？对不对？他其实也有其他的理由可以找嘛，就因为参政啊，是啊，他不需要写到这样。对，他其实前面的理由就已经够了啦，对不对？他特别在讲我还有人要传，这表示他真的他到时候我们真的会有人传。第二个，其实在这2个月内，那侦讯的密度这个频繁，这个大概重大案件它也很少，有的好像提讯了5次。
怎么提讯了几次嘛？彭正生是最多9次，然后柯文哲在刚才这上面，我昨天就有跟观众朋友讲，包括像沈静基、应小薇，一直到柯文哲那天，我就跟你讲，检方一定会算给你看。柯文哲我提了几次，我刚刚大概算了一下，总共大概7次，因为有一次10月1号那次他不去嘛，所以检方大概提了你7次，1次你不来，检方就训。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拖洗干哦，我没有在故意把人晾在那个地方。然后不动，我是很认真在办。对，这个就是打脸黄国昌的什么压人取供。我不是故意把他压起来。好，因为有时候也有那个了，比如压2个月只跟检察官见一次面，是不是有这种嘛？有2个月就晾在那的感觉，也不跟你问话，就提讯个1次。他那个是但提讯非常频繁。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人的角色也蛮重要，我不知道这个人在里面的那个位置重要到什么程度，就那个什么顺民啊，吴顺民啊。检察官主动的拒保停押嘛，那表示说检方认为他提供的资料大概非常充分了啊，也等于非常合作，所以检方就很体贴的帮他提出这样的一个但是如果在整个案件里面吴顺民是个很重要关键的话，哇，那这个案子怎么会没有后面？所以黄国昌，你不要这么大话讲太先，后面还有好戏看啊。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所有这些是不是真的如大家所猜测的？那后面还会有如火如荼很多的一些的状况往下走。可是橘子到现在，你说真的是好像消失的无影无踪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洪建议员的那个朋友看到，其实你看到是不是橘子，你也不知道，对，还是柚子，对不对？对，会不会是这样？因为我每次要问的时候，你说像清华以前当过廉政会，虽然那个不是算市府里面的那个，但就算在市府里面那些人，其实平常讲，你说大家到底知不知道橘子在这里面是谁，是干什么的，或他到底有多重要？如果真的这么重要，很早就会知道。那也不会到什么8月27号、29号哦，那来去的这样啊。前市长室的机要应该都知道很重要，好，所以他们对橘子的形容词叫做“橘子的权力大到你难以想象”。前市长室的机要应该都知道很重要，好，所以他们对橘子的形容词叫做“橘子的权力大到你难以想象”。哇，这橘子这么这是前市长室的机要啊，跟我的形容词。对机要，因为他们那时候有好几个机要在市长室里面嘛，所以其中一个机要对我在形容橘子是形容说橘子的权力大到你无法想象。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呢在看橘子的时候是这个可能民众党的啦，或者像黄国昌、张启凯这些民众，现在这个不分区他们根本不认识橘子，因为他们跟他没有重叠嘛，所以他们出来替橘子去做背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真的跟橘子相处的是那一群跟橘子都在市长室里面工作的这群人，所以我们给大家看这一张图啊，你看。这一张图里面，橘子确实啦，你在看这张图的时候，真的不是很起眼。那这张图当初为什么有人提供这一张图，你知道吗？有人提供这一张图是因为蔡正元说橘子只是倒茶水的，然后结果他的这个是柯文哲的前幕僚啊，他们自己的群组里面有人说他是倒茶水的，偷了这张图出来说，你看他位置站在哪里？橘子站在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是 C 位呢，他就在柯文哲的旁边呢。我们都会这样子，这是 C 位呢。市长最重要推到他旁边去。对啊，然后你看他站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幕僚还特别在注记说，这个橘子不但是 C 位，而且他说这个在市长室的前机要秘书里面，这些人家要称呼橘子叫橘姐。今天我把橘姐，今天我把橘姐这个发到我的脆上面去的时候呢，有人还请我更正说，请叫她橘子姐，不要叫她橘姐，免得她跟那个橘姐会弄混嘛。但是呢，那个橘姐已经改叫花妈，那个对，但是人家这一位呢，就真的是叫她橘姐。哦，你要想说她在这市长室的这群机要里面，她的分量有多重？那这一群里面有机要有什么？因为能够干到机要，应该也不是单纯的泛之辈的那些。是，但是他是在这里头占 C 位。他在这里头占 C 位，在这个位置，所以他是 po 这张照片要打脸蔡正元，说你把他只当作是一个负责倒茶水的，那你就看错他了嘛，因为他就不是一个只负责倒茶水的角色嘛。谁会带一个倒茶水的去新加坡考察？而且还可以去拿伴手礼。对啊，然后呢，这个好，我这样讲。
3件事情哦，就是说我跟市长室几个前幕僚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说有3件事情是确定的。他说哪3件事情是确定的呢？他说有3个事情是真的。第一个真的是橘子的权力真的大到你无法想象，这是真的。第二个，他说这个前办公室主任谢明珠被橘子欺负，被他污名化也是真的，因为他大概可能是台北市哦，大概是柯文哲任内第一个办公室主任，竟然没有办法待在自己的市长室里面，要到市长室外面才有办公室的。他说这是史上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这个我就比较注意了。他说这个在柯文哲要卸任前，橘子买了硬碟，然后呢要求他们要转移市长室的资料，包括柯文哲的手谕，还有签合过的公文，这件事也是真的。那这件事就知识体大了哦。这件事就知识体大了。有没有这个知识体大哦？这我想淑慧在这边，这件事有没有知识体大？这个就是后来民众党手上不是说他们带走很多公文？这个淑慧现在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今年发生了好几件事情。我们再给大家看细数一下哈。今年呢，你看哦，这个台智光案的时候，陈志涵呢在脸书上抛出来关于台智光的费率表，那人家说这个东西不是公文吗？然后所以钟小平跑去说要告他嘛，对，说要告民众党，这个是涉嫌偷窃公文。然后呢，陈志涵的回应是说不留着防身自保，这个会被小人暗算呐。所以俨然陈志涵的话没有要否认有这件事情哦，所以表示他们留公文是真的哦。然后再来。这个后来柯文哲又抛了一份公文出来，这个公文呢，五哥应该有印象哦。对，上面特别写的啊，这个实际上他说这但书，柯文哲为什么要留这个公文的但书，是因为实际上他说这个公文呢，就是财团勾结议会榨取国家财产的恶行恶状，必须公告于世，予以遏止。奇怪，李柯文哲卸任之后，为什么都还有这些公文存在？会有台智光的费率的公文，然后也会有柯文哲签合啊，特别留下来这个财团勾结议会恶行恶状。好，那时候当时大家就已经想说，民众党到底抠了多少公文下来了？可是刚告诉我的这个幕僚跟我说，他们当时就是要卸任前，橘子去买了硬碟来，然后让他们转移市长室的公文，包括柯文哲的手谕，包括柯文哲签合的公文。所以光是以这件事情来讲，你听了就知道这件事证明2件事情。第一个，这件事情呢看起来呢真实性程度很高我觉得现在的我有跟现在议会一个议员讲说，他可以去找市长室去查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因为如果有移转的话，这会有电磁记录嘛。那如果有电磁记录证明移转是真的那这件事知识体大那第二个，这也证实一件事，就橘子的权力很大，所以这种重要的决策呢，柯文哲是告诉橘子说，你去帮我买硬碟，然后叫市长室这些公文把它抠出来。好，以后要怎么用，这个就不知道。但显然橘子在里面的角色不是很单纯，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谈到橘子的时候，现在要回来问一件事情，就是那橘子为什么不回来？很多人一直在问这件事情嘛。就橘子，你如果照理说你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或你要证明阿贝真的是清白的，你知道他们跟我讲啊，这个前幕僚告诉我说，这个橘子最常讲的话因为橘子扮演的角色呢，就是2个，一个传话。除了传话之外呢，另外一个是隔绝讯息，不该让柯文哲知道的讯息，在橘子这一层就把它挡下来，别让柯文哲知道。所以橘子扮演的是既沟通又主角的角色。所以他们说，对橘子来讲呢，这么重要的角色，最常讲的话就是，可是阿贝说，阿贝怎么说，他就用这种方式去传达他的话。然后他也可以对各局处长呢去发号施令。只是有趣的是，他去对局处长发号施令的时候，把局处长当下属的时候呢，这个。听他们的描述是说，他因为个性还是很单纯，所以他对局处长发号施令态度会让你觉得像小朋友一样所以你很难想象一个像小朋友一样的态度是怎么对局处长发号施令。但是他对柯文哲来讲，就是扮演一个中间这样子的角色，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对橘子来讲，你说他的角色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他重要到五哥如果有印象的话，上个礼拜我是不是在这边讲说，这个有一个行程，柯文哲去见一个大企业家。帮他安排的这个人呢，说就只有4个人，机要秘书中间牵线的人，然后再加那个企业家跟柯文哲4个人。橘子说要跟，结果他不让橘子跟，橘子很生气。那这个结果呢，这个就中间这好，我这样讲，牵线的这一个人是柯文哲有付钱的政治顾问。那这个政治顾问呢，认为说这么知识体大的场合，怎么可以让小孩子跟？因为橘子看起来像小孩子嘛，这橘子你怎么看？一般人看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啊。所以他认为去见一个这么大的企业家，怎么可以让小孩子跟？所以当时他很坚持，就是不让他跟。那不让他跟呢，橘子的气又不能发在这一位政治顾问身上，所以后来橘子呢就直接取消了把这个机要秘书踢出群组之外，取消他的门禁卡。那当时五哥是不是很讶异的说，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对啊，要取消，你很难想象
要取消一个机要秘书进出市长室的门禁卡。哎，淑慧，这照理说应该是要市长室主任或市长本人吧？我必须要说，好市长的时候，市长室没有门禁卡。哦，是柯市长的时候。对，我后来也非常讶异，就是为什么进入到11楼要这样子门禁森严。我补充一下，因为柯文哲在2014年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就有做他的自己的那一间，在松江路那个办公室就已经有做门禁卡，对，就是要刷卡了。对啊，可是那时候是因为没有门禁卡，大家那个表示也许亲民吧，也许大家可以这样子随时可以接触到。但是因为清华刚刚讲，既然你有了门禁卡，对，而且你是机要秘书啊，怎么可能会是？如果照你刚刚讲是橘子就可以把随行秘书，对，那就没有他不能干的事啦。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他们的幕僚告诉我说，当时市政府的局处长啊，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一件事啦。见橘子如见柯文哲嘛，也就是因为见橘子如见柯文哲，所以他来就代表市长的意思就是门禁卡的密码要改了嘛。所以他既然要改了，那当然是他说要改就可以改，不用柯文哲同意哦。所以五哥上个礼拜讲的，我们要稍微做一下修正，因为我那时候讲的说柯文哲应该也是同意的，不，当时他其实柯文哲没有同意，但是他说要改就可以改掉了，所以等于说他要改，那然后后来那位机要秘书他就进不了市长室了，事情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发现。橘子在里面的这个权利哦，其实这个人家说大到你难以想象，指的就是这件事情。那柯文哲对橘子或橘子对柯文哲来讲，最重要的有几个用途，除了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扮演传话跟隔绝信息之外，因为柯文哲非常信任他哦，所以有一件事情大家很难想象哦，柯文哲的3餐如果不是应酬的话，3餐是由橘子打点的哦。柯文哲3餐是有橘子打点的哦，就如果不是应酬的话，是他来处理哦，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有多亲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橘子跟柯文哲在车上的时候，在他的公务车上的时候，橘子花最多时间跟柯文哲讲的就是民众党里面发生哪些八卦，谁跟谁做了什么事，市政府里面呢谁跟谁又做了什么事，好，哪一个局长呢今天晨会竟然没有来，竟然偷懒，然后呢这个哪一个副发言人，你看。任命他当副发言人，当初因为哪一个副市长关系，他来当副发言人，结果呢又不认真，脸书发文久才发一篇，绩效这么差，流量又不好，然后还说要选举啊，像这种事情就是橘子呢在公务车上面会告诉柯文哲的话，这个被讲到的人好明显啊，因为我们都好像有个图像出来了，副发言人有好几个，我没有特别指哪一个啊，那大家自己去猜，有男生有女生，然后就他跟柯文哲讲完，那因为这个副发言人是有人推荐。那所以呢，柯文哲跟他讲什么呢？柯文哲跟橘子讲说，这个人我们现在不能请他走人，然后但是朕知道了哦，不是因为刚才庆王在讲那个过程，就是上一次听到讲见此物如见本人，感觉上是尚方宝剑嘛，以前是尚方宝剑，看到尚方宝剑如朕亲临，好不好？那也不能上斩昏君，下斩群臣，反正那个就是这么厉害。可是刚才所谓。你在市府待过，对，所以刚才讲的那些对你来说会觉得很难想象这一块吗？尤其那件事，因为议员是不是可以想？刚才青黄有讲到，有没有去包括抠一些市府的一些的资料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去查核一下有没有像这样？但他如果不是密件的话，基本上也没有违法的问题啦，我必须要说，没有那么神秘它就是4个字：狐假虎威。大家不是怕橘子，是怕市长。可是你不会去跟市长查证，请问一下，橘子说的是不是你的意思？大家谁随便敢找市长？譬如说，他只要取消一个门禁卡，那这件事只要跟谁说呢？只要跟秘书室的主任说就好，只要跟公管中心的主任说就好。公管中心的主任还跑去跟市长说：“报告市长，请问一下，我们是不是要改门禁的密码？”他不会去做这种事。只要跟公管中心的主任说就好，公管中心的主任还跑去跟市长说：“报告市长，请问一下，我们是不是要改门禁的密码？”他不会去做这种事，所以为什么市长旁边的人你要谨言慎行？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把你说的话当作是你老板说的话那很多人跟这个市长旁边人说话，其实也是别有目的的。我以前都知道，他跟我讲那个谁谁谁不好，其实不是在讲给我听的，他是希望借由我的嘴再去跟市长说，听说那个谁谁谁不好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不把市长事对外讲，也不把别人跟我讲的事对市长讲所以市长旁边的，尤其是越常跟在旁边的人大
大家就会觉得哦，这个人因为永远都跟在柯文哲的旁边，所以他说的话是柯文哲说的。第二个，不可以得罪他。虽然这不叫做枕边风，可是也是随时跟在旁边，在车上就可以讲说今天啊那个小五哥怎样他对你不客气啊。我们都没有说不好的话。所以它还有一个功能，为什么它今天这么重要？我认为它还有一个功能它是这个柯文哲的录音笔。那就像我们以前当过随行的都知道市长每天要见很多人谈很多事，有时候他会忘记，他也不是像我们这样那么厉害，边听边记他是个阿伯嘛他常常可能开完会出来，见完人出来就随时跟旁边人说，刚刚小沈跟我讲了什么什么事，哪一天我们要见面，你帮我记一下什么什么谁拿多少给我，你要帮我记一下我以后要去谢谢人家这种就是录音笔，随时把市长的话给录下来那他可能再把它 key in 成笔记或者是什么存在 USB 给柯文哲，他可能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他不只是经手钱去拿。我告诉你，快递的罪是很小的车手的罪也没有那么大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只是去拿钱当快递收售货，然后就流亡海外。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橘子到现在连一句话都没讲？不要说回不回来了。他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为什么？他就是做到销声匿迹嘛我也是女孩子，一个年轻女孩子甘愿被通缉，甚至流亡海外。他如果护照被注销，等于流亡海外。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不怕，第二个是怕死了。什么叫不怕？就是他还有其他国家的旅游证件大家知道橘子是杜聪明的孙女嘛所以这样外孙真外孙这样子的家族，他们家的财力状况又很好。他是不是出生在国外的？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国家的旅游证件，我们不知道。那刚刚大家说，他有没有台胞证？还是可以进入大陆或者是港澳地区？他应该有台胞证的，因为如果柯文哲双城论坛去大陆的时候，柯文哲去新加坡都带着他，那双城论坛他也可能跟着去嘛所以他市府的同仁有台胞证，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每年都要办双城论坛的。所以他如果有其他国家的旅游证件，OK， 那就算了，没关系。我只要身上有钱，我哪里不能去呢？这是第一个叫不怕嘛或者是他日本有亲友，他日本起码有一个表哥在嘛这个柯志尧是算柯富尧算是他表哥嘛因为他叫柯文哲叫阿姑嘛所以起码说他日本，要不然就他日本有亲戚朋友有人脉在所以他不怕。再来就是他怕死了为什么怕死了？他不只是扮演这个角色，他还知道很多事情譬如说柯跟沈如果在见面的时候，因为逃出影园他有去嘛柯跟沈在谈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在旁边，他知道，他听到，而且他手上掌握的可能是完整的 USB 的资料柯手上放的可能只是更新版然后完整的可能说不定就是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知道说他绝对不是只有这个去拿或是交回来动作，他可能还涉及其他，所以他怕死了，他宁可在国外，他也没有勇气回来千万不什么？刚刚楚卫说他可能就是状况之一，可能是他怕死了，一个是不怕，一个是怕死。对，但是其实我听到的是这个，可能现在有人是怕死这个橘子回来了，然后所以交代他千万不要回来，因为他就像刚刚楚卫分析，他真的知道他太多事情，因为你知道这个也是沈庆金自己告诉吴子嘉董事长的，就是说柯文哲就带着橘子去见沈庆金那让沈庆金印象深到，然后去告诉吴子嘉这件事情，所以你就知道柯文哲有多信任这个橘子。然后所以橘子知道他的行程之外，我告诉你，橘子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是橘子的性格有人这样跟我描述他是标准的个性，就是单纯的很幼稚又愤世嫉俗。所以当他相信柯文哲的时候，柯文哲跟他讲什么他就做什么，柯文哲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呢，这件事很有趣你知道柯文哲要他去收那些政治现金的时候。那你想说，照理说，如果是一般人的话，不是会想说这个到底合法非法，心里会想一下要去拿那么大笔钱，心里会这个抽一下吗？你知道柯文哲他怎么告诉橘子，怎么跟他讲的吗？他是跟他说，因为蓝绿都很脏，蓝绿都一样糟糕，蓝绿这个常常收政治现金呢，又做坏事。他说我们是收这个合法合规的政治现金呢，然后做对国家社会有益的事，然后所以这个你去帮阿北收这样子。然后橘子就这样去帮他跑腿去收这些钱，然后呢，所以他这样的角色去扮，像他不是只有陈英柱那一笔
那个300万哦，它是有很多笔的钱其实是橘子去收的，所以这整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是柯文哲的行程，柯文哲参与的很多的这个跟人家的会谈的过程，以及柯文哲去接触这些金钱，橘子都是有参与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跟橘子有关的事情会变得这么重要。那然后我最后只补充一件事情，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有没有其他在外面有关联的人？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哦，在大家现在看到都是台面上会被点到比较有知名度的人才会上新闻说这个被检调约去作证，约去干嘛？对，前市府的市长室的机要幕僚跟其他几个单位其实已经约一圈了。其实已经约一圈了，只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或他没有那么有名，所以大家也不会关注到。很多人当然你根本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他可能就是机要哪里的秘书，他已经被约一圈了哦。就是柯文哲时代的啊，有的人是还在国外还没有约回来，那有的人呢是陆陆续续说，因为新的案情有人讲出来了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还有一个这个引武者在后面，这个人要找出来。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对本案来讲，你从北检的这个内容里面看得出来，本案其实还有很多人要传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黄国昌不要急啦。那一段你不知道的故事里面，因为潜藏了太多的剧情，那个是你不了解的，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严押看看能不能把整个剧情的再拼凑的更完整。我觉得这个是检方想要看到的啦。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沈庆基跟应小薇严押要到下礼拜1才会公布。对，那柯文哲跟彭正生2个人严押，检方现在提出来，义夫，如果真的讲的话，假设你说整个柯文哲跟金华城之间，如果真的有什么事的话。最重要的2个人，如果真的，我们先假设说，这是单纯假设有没有金钱往来的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2个人，一个是如果有给钱，那个给钱的人，看起来给钱最重要的一个人叫沈庆基嘛，可是因为他背负了太大的一个集团的所有这些，大家就在讲说，那个他如果要是承认一些会怎么样？好，另外一个就是帮他去拿钱的人。那可能就是橘子这样的角色。如果照大家目前这样讲，这是单纯假设性。如果真的有一些金钱往来的话，目前其实最有资格跟检方，你想想看，检方叫人家去策动，检方难道就只是单纯的就跟你那天在镜头上面对橘子的呼吁一样吗？检方一定要拿出一些东西吧？检方总不能也是跟现场来宾一样，橘子回来吧。你有家族的名声要顾虑，你有什么的？检方一定不是这样吧？我那天在节目已经讲过啊，如果照贪污治罪条例来看，橘子应该是最有资格可以跟检方某种程度可以谈，因为检方既然你要找人来跟我谈，检方自己说的嘛，我找人去啊。如果你要来找人跟我谈，我可以跟你谈啊。橘子是最有资格可以谈到，如果橘子真的是在这里面跟大家所讲的扮演这样的话，他是最有资格可以谈到。对法律上来讲，他应该算是最有利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不？那后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有什么样一些的状况？这个我觉得，当然你徐子瑜手上握有东西，检察官跟他谈，你注意看，北检，我不相信是徐子瑜曝光之后才知道徐子瑜。我说是新闻上曝光，一定知道徐子瑜他们一定先知道嘛，一定知道嘛，然后。我觉得知道以后一定是安静嘛，看你会不会觉得没事回来嘛。不要忘记哦，他6月他有回来过作证哦，就柯文哲告卓冠廷那个事情哦，他还有回来作证过哦。哦，那当然看是不是我都不讲话，你会不会回来？哎，你一直都不回来，然后我就透过人去谈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北检那时候还一直强调，各位外界不要揣测，对，证人身份，我相信这应该是谈过，就是说啊，你回来当证人，哦，那是不是未来怎么样？等于这一定有谈过，所以你看，大家都在揣测的时候，北检外界不要揣测，他的目前身份就是证人，一直说证人，直到不回来，改列被告发布通缉，那里面一定有谈什么条件嘛，一定有谈，当然，但我也不认为说好像，他爸爸接受访问说都没有什么联络啦，或怎么样？他爸爸说没有联络，舅舅也说其实都联络不到啊。这我相信她的闺蜜都有跟她联络上，我相信一定有管道联络啦，有管道联络。我也相信大概也都有找过法界的，大概都问过的状况啦。一个这么大的家族这么有钱，然后都不问一下就随便说啊，你要回来不回来随你便，我不太相信。她在台湾有3个很好的闺蜜都有跟她联络上，我不太相信啦。那另外就是不回来这件事情是不是
会有人跟他说：“哎，你小心一点，回来现在说证人，搞不好转被告嘞。”会不会转被告？会不会涉及到洗钱或是共犯的问题？这有可能吗？当然了，其实你要去，如果像你刚刚讲的，他们家族也关心这件事情，有没有找律师问过、甚或这你问就知道。当然，我在节目讲过800次了吧？当律师其实最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明明大家都觉得他可能会是个当事人，结果检方传就是用证人传他，因为用证人传还没有律师可以赔，然后你还有一个伪证罪、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然后你进去全部都讲完了以后。然后这时候检方就跟你讲说，我觉得你涉嫌重大，那现在当庭转被告，然后我告诉你一些权利啊，你现在可以找律师喽，都问完了，那我们好了还是要进去啊，对，可是就算是这个样，我刚说了，他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在这个之下去谈嘛。我的角度是以被告的角度在谈哦，我没有在以证人角度谈哦。我觉得一定有人告诉他嘛，是啊，第一个不要讲话，不要回来，我没有在以证人角度谈哦，我觉得一定有人告诉他嘛，是啊，第一个不要讲话，不要回来，一定有人告诉他不要讲话，最好都不要讲任何话，会害到阿伯，不要回来，一定有人跟他讲，因为不然这么安静，我觉得安静到有点离谱了，对啊，安静有点离谱了，当然你说不回来。那有人笑说啊，你有没有被通缉？我说130个国家免签，如果你护照没有注销前你要跑，其实可以跑到其他国家，哪都可以啊。当你护照被注销干什么？通知其他国家的时候，那你唯一能跑的就是带着台胞证跑，因为不然就含照入境香港、澳门、中国不需要拿台湾护照，直接拿台胞证就好，台胞证就好。那他身上有没有台胞证？现在是问号。而且不要忘记哦，柯文哲案的时候，中国官方是有出来讲过话，说那个是政治迫害、司法迫害的哦。那橘子好像跑到中国罪案去了。而且现在两岸的关系大概也不会把橘子送回来吧。那到那一边以后呢，大概资金上面的从台湾汇聚让他过生活，大概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吧。不用，沈静晶在大陆很多。当然沈静晶在大陆。呵叫狗。所以呢，现在关键，当然徐子瑜是个关键，现在不回来。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关键是朱雅虎。朱雅虎嘛，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再提一次朱雅虎。对，沈静晶跟应小薇声押还没裁。那吴顺民，聚保停押。吴顺民是第4条贪污治罪条例第4条第4条是10年以上无期徒刑那这么重，他的犯的罪行是重的因为他那时候是有公务员身份的对啊，他助理身份的，他犯的是重的但是他却那个聚保停押聚保停押沈静晶11条1年到7个月，罪比朱押比那个吴顺民还轻然后你续押，我申请延押，然后这个我聚保停押。对，所以你看那个聚保停押给谁看？然后你看今天又提出来说要延押柯文哲跟彭政铉，延押的同时提讯朱雅虎。朱雅虎罪并不重这个到底是不是在策略上面要朱雅虎坦白完你可以出去？因为朱雅虎当时是鼎越董事长知道的事一定很多包括连那个中石化那个分润4.7亿干什么用的，我不相信朱雅虎不知道现在变成徐子瑜不回来，朱雅虎变成相对重要性又提高了。如果现在这些好了，我觉得检方一定有策略上的运用，让这些人知道
有没有吴顺明？对，是不是？这就是大家一个朱亚虎的那个提讯的球车到了北院的时候，刚好看到吴顺明走去。对，这是策略上的运用啊。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所有这些好，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那为什么好 USB 到底那里头，目前你唯一能证明的只有一件事嘛？谢国良、杨妈妈，然后有200 ，OK。其他的虽然大家都已经被传了这么多人，检方不会莫名其妙昨天晚上做梦突然想到传这些富豪来嘛？那这2天来讲说，那里面有没有台湾前20大的一些富豪的名字在里面？这个几率大吗？真的？因为依据传闻的形容，那个企业界里面的所涉及的生意，大概全台湾算来算去只有3家。大概3家可以符合吧。那个有金融事业，有资讯事业，地产，有物流事业，物流啊，这加起来其实没几家了呀。然后之后又曝光什么游艇，头发不多，其实3来3去，头发不多，好像就只剩1个。大家翻一翻嘛，很多人那个谁哪一个企业界有游艇经常出游的，头发又不多了，去比一比，是没头发吧？没头发也没关系啦，比一比，大概比得出来吧。但是不是那些要件传出来的那一些条件，是不是属真的？如果属真，那大概大家心里都有数，大家都有数啊。也有过，好像也有经营过知名品牌服饰，好等等嘛，好。那其实如果说那个条件符合下的话，他甚至于以前都有经营过名牌服饰嘛，等等嘛。那有没有？我所知道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名单里面，其实真的只问到那一些人吗？没有哦。中南部没有被调上来哦。只为了50万也被问哦，也被查哦。对啊。20、30、40没有，我说的是50。你注意看那个13个里面没有50的。对，我所知道还有50的，有50的也被查哦。但是他有查是，检察官可能查是说，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相对单纯，我直接叫地方的调查局或廉政署直接讯问就好，把笔录送上来。那个是我必须在程序上面 ，USB 有或是什么，我必须程序上面走哦。50万的也被查了。然后有人是柯文哲给10万，他也收了，所以你会发现大小钱都有，然后查的范围不是我们在北检看到而已，中南部有些就地提讯侦讯的，还有很多人。OK， 所以你要补什么？其实这一次揭露的那一些名单被传的名单里面你有去问过吗？不是，我看着就很眼熟。我告诉大家，你们去对跟柯文哲2017年带去上海的那一批企业家8成重复。2018年上海来，他又让他们坐到主桌上的。然后2019本来当年柯文哲不是传出说要直接选2020嘛？他找了15个企业家密会嘛，通通同一票人，就是这些人啊。所以柯文哲把双城论坛当作他的政治红利，还有募款红利。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以前在台北市政府，我8年都处理双城论坛。企业界想要争取到一张双城论坛可以坐在主桌上，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积极的。是哦。因为我也曾经问过为什么，我想说坐在主桌上是不是很对啊，又很厉害吗？照相。他说照了相以后，他们说大陆是一个人治的国家你在大陆有工作，你跟他们的领导市长、市委书记照了一张相，挂在办公室，存在手机里。你去办事的时候遇到下面的主管，我上一次跟你们市长我也很难想象，因为台湾不是这个样子的嘛。没有，这就跟国民党中常委一点都不重要。但很多人都真的做去大陆以后，就是他是国民党中常委那个身份的好用。可是其实大陆上海双城论坛，他们并不喜欢台北带那么多企业界去。在大陆他们的官场文化官商尽量不要一起同桌吃饭被拍到，所以
这么大规模的带这个企业家过去，其实那边是有维持。OK， 原来这些还有大家不知道的，在这里头。我也是中常委。你去看看啊！对，我觉得你一定是22条里面的，你去看看啊！今天没洗，真的要试试看吧。你应该是会被扣留的那一种。我一般不录。没有准许入境，限制出境。对，没有，是海关就直接逮捕。但东豪，我们刚刚讲那些，因为东豪长期跑司法间谍，东豪这些人如果真的要去谈，他真的是有条件看，一定有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案子。从入境怎么入境？因为有些人不希望，因为被通缉的话，各位知道你是一落地就直接包括手铐，然后就直接带到去侦讯或什么，连回来的方式是不是能够比较低调，然后只要不要大辣辣的，一看就不合法的那种，有很多方式都可以谈嘛，更不要讲说是不是实质上，虽然检方判不是我判。但是我一定在过程当中，包括起诉或转不了污点证人，这些我一定可以做嘛。可是你现在就看不到，连检方都大辣，你很难想象检方是大辣辣在我的新闻稿里面就告诉你我试了，没有用。我为什么要这样？而且我刚刚一开始就讲，最近很多的氛围，黄国昌总召是大辣辣的，一直直接跟你讲，他很震惊，你为什么要这样？你就压人举供，甚或连赖清德总统那时候在当立委的时候，阿扁那个案子16年前的事拿出来讲。陈正然在这个时候给你一个冷钱包丢出来，所有这一切，你大概很难想象是单纯突然之间要做这个事，一定有一些想象才要去做这些事情啊。为什么？我先讲，黄芳燕，黄芳燕那个时候在大家都没有注意的状况之下，8月2008年的7、8月就离开台湾了嘛。好。他走得很匆忙嘛，所以那个钻石是放在西装口袋里面。那个时候检察长是陈忠明，受到很大的压力。那个时候怎么办？他们有没有找到黄芳燕在美国？有，找得到人啦，也有找人带话了。所以当年的特侦组曾经有一度觉得有机会劝黄芳燕也回来。黄芳燕最后没有回来，因为有另外一边在拔河，就直接在拔河。好，这是第一个例子。另外一个，我插一句话，因为后来一夫在上礼拜血书，对那个血书，他们还有一句话 forever， 永远，那个是后来，永远的承诺，那真的是后来，那是更后来，已经很短。所以后来黄芳燕就好山好水好寂寞，走到哪里都会被不知名的人拍照，那后来就有忧郁症。黄芳燕在美国会缺钱吗？他不缺钱，他真的不缺钱，所以后来要买房子。那举另外一个例子，不要讲名字啦，因为都在台面上。当年岳方如检察官需要他回来作证，那怎么谈？我会不会被检察官诓？找律师啊，日本的那个嘛，好，也是在日本嘛，找律师啊。那当年找谁？找马英九总统的律师啊。律师可以保障我的权益啊，跟特侦组谈嘛。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就2个律师陪他嘛。2个律师陪他嘛，没有手铐，什么都没有。就回来撤销通缉，然后拒绝他有没有交保啊？有没有交保我也忘记了，反正他是回家睡觉。后来就做了很多笔录，所以我们后来在讲什么射飞镖啦，在官邸里面预算官里面射飞镖啊，那个笔录都是这样来的。当然后来证人有翻供，好，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不管，但是可以谈的。当然，那只有扁案这样子的这2个例子嘛，一个是没有劝回来，这个两边角力失败，一个是有回来。其他案子都有啦。那以橘子他们家里的背景，我先讲哦，我不认为橘子那么容易被日本警方交给我们。我认为他的家世背景在日本有一定的关系。这日本要不要帮我们，或者他能够帮你到什么程度，没有你想象中容易。所以为什么是挑日本，他不挑美国？那所以未来会怎么样？要等一下了。可是从这个事情来讲，
对黄国昌讲话，我觉得，如果觉得羁押是违反人权的，你可以在立法院提案废掉检察官的羁押权，可以修法啊，违反人权啊，多么神圣的理由啊！你要不要废羁押权？因为台民众有太多以前的老朋友，我就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是因为从政吗？然后真的纯粹会把一个人变化到这种程度。以当年我们谈那些事情的标准，你再回来看柯文哲干的事情，要讲什么啊？不是只有沈清京有断点，连彭振声都有未到案的。我讲很简单，如果是证人在只要在我们中华民国境内，你不来，我可以开拘票，抗传拒拘。所以他不会有不到案这个事情，也不可能故意不传你。如果你今天故意有一个证人在中华民国境内，检察官故意不传，你给法官的申请延押的时候，法官会接受你这一条，马上打脸检察官。所以他不可能干这种蠢事。现在他民众党出来讲话的人，只是在骗那些继续还在支持柯文哲的人。他们还学法律的。不过现在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我每次会帮观众爬梳的很清楚。清华城一个案，因为这里面牵涉到有没有图利的问题，最重的是有没有所谓的贪污受贿的问题。另外政治献金的这一部分，那政治献那如果真的有 USB 那个里头的，大概会横跨到会不会都牵扯到？可是到目前为止，军委大大大出来承认的，就是你刚刚讲谢国良嘛。然后这2天，因为谢国良到廉政署去作证以后呢，然后媒体就出来讲说，包括那个200万的时间点是10月1号嘛，那可那个时间点就有些人会说那个时间点会起雷动，但有些人就告诉你说那个都已经登记完啦，那就已经没有像这样一些问题，就是人家真的是长辈听完以后，对，就交朋友嘛，那不行吗？就是交一个朋友。我们好想有200万的朋友吗？愿意给我200万交个朋友。很多人私讯我说我们交个朋友，但是连200块都没给过我。对啊，对这个事情会再引起什么样的一些风波吗？很多人私讯我说我们交个朋友，但是连200块都没给过我。对啊，对这个事情会再引起什么样的一些风波吗？这个除非是有契约啦，但这个很难举证，是吗？所以谢国良他其实讲那些话也是法律上可以用的。就听伊演讲听一个伤感动，是啊，然后决定要跟他交朋友，想无先给一些零用金，就给200万。那你要不要去上那个演讲课？你看。我们这现场这些来宾讲得这么辛苦，我过来交朋友。那不管如何，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去举证问题？所以有的人说谢国良很老实，我看不是没人看很老实的。那这个应该也是有经过一定讲法，否则的话，第一个柯文哲会怎么讲？他律见会。他里面应该看得，看不到。但律见会跟他讲，谢国良恭喜，因为听你的演讲，你老婆提钱哦。这律师可以讲吧？至少以后检察官在问那柯文哲的时候，柯文哲大概知道了。好，这个可以吧？律师可以这样做吧？那谢国良就法律上就没事了啦。只是橘子啊，我看他一定会跟律师、法律界大概一定会讨论过。那他回来的话会怎么样？不回来会怎么样？他会不回来？我认为，其实一定是经过比较深思熟虑。她不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生啊。讨论过了，她回来，以她跟柯文哲的密切程度，可能就是被告了。他现在已经被告，而且是涉案很深的被告了。而且你回来讲的。只要检方觉得，对不对？你讲的不完整，绝对会被羁押。而且你跟柯文哲这种程度的话，这个羁押可能性超大了。所以那最好的选择就是第一个，他留在日本。记得各位，日本把他送回台湾的可能性几乎为0了。不可能啦，绝对不可能的啦。
你看你大概只能呼吁啦，台日友好啦，那日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啊。第二个，他至少可以等嘛。你说他可能要跑25年、30年不必啦。那就要看柯文哲起诉了，大概2年出来了，在法院审理，就差不多了，大概差不多，大概挑个时间回来嘛。当然，检方那个时候可以把他再讯问，可以追加起诉了，当然就可以了，我就追加起诉你了。但是在审理的过程，你大概了解检方有多少证据嘛？你现在怎么回来你也差嘛？所以你说我就在这边静观其变，那它里面有多少菜？对啊，我再决定。柯文哲起诉诉讼个几次，开庭个几次，柯文哲律师嘛，彼此都知道讲立委的荐股啊，那多少牵扯到我橘子嘛，对不对？到时候橘子再决定要不要再回来，还是继续在日本嘛。他现在一回来的话，什么都不知道，最惨了，最危险了，风险极高了。所以如果你是橘子的律师，你会劝他回来吗？问题可能比较勉强。我是他的律师，我劝他你忙等来啊。你这个蛋几张嘛？再几个月，柯文哲起诉了到法庭去检方的证据一公布，起诉书内容来看，再查看橘子大概有哪些地方，你大概可以评估。如果你回来被起诉、被追加起诉，你大概就是你的罪名或者是你的涉案程度嘛。所以不用期待橘子在这个时候回来，日本也不会把他送回来啊。那我们现在看的就是，那这个 USB 里面还有没有其他故事？就是检方今天告诉我们的，他还有未传的证人。这个在未来很快时间哦，你只要法官准你延押，大概检方你最多就这2个月了。对，那检方势必要你的延押有里面。其他都很容易讲啦，串证啦，实质影响力。但是新的证人是谁？我认为这波大概还会有新的东西。但苏慧在这一阵子，大家包括连蓝白合的那一阵子，然后有没有牵涉到一些募款的问题，都引起很大一些讨论。我注意到你在媒体上面也有讲说，其实因为如果讲蓝白合，尤其一些偏蓝营的一些企业主，理论上跟蓝营的一些的民意代表可能会比较熟。你有问过一些被传闻上的一些所谓的这些的蓝白合的一些企业主，300壮士，对，真的有人这样吗？我们当然不会去问但是我们从去年就一直听到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企业家，因为柯文哲在去年有一段时间包括说跟一些退役将领都说2024的选举放心一定会合，只是怎么合的问题只他公开讲过这个话嘛不止公开他私下去被见一些这个企业家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讲很多企业家当然希望蓝白要合分就两害嘛那他就先跟人家讲说合啦放心啦不过我们民众党很穷很小我们有10个候选人所以嘛是要拜托到3天一下大家一听到合就开心啦就那个那有一些就是你先提去用如果真的合的话我们在那个我们会去集资所以就后来媒体有传出说有集资这个部分确实是有一些热心的人在串说如果合了正式要打最后2个月嘛再来那结果后来就没有合嘛所以柯文哲后面有一段抱怨，他自己脱口而出说，原本答应的，因为蓝白没有合那些企业捐款就缩手了他自己公开又讲出来所以其实，在这一段过程里面包括说前期有一些人告诉我们，民间人士告诉我们说，放心，柯文哲当面跟我讲会合我嘛有到3天啦end 一下然后我就想说会吗然后之后就变成抱怨，搞我讲会合无还搞我提呢这个也有都有第一段跟第2段也都有。那最新的就变成说提了都把它记小就变成第3段。这个是最闷的。这个我要替他解释一下，因为 USB 里面你知道吗？那个笔数超过300笔。没有人记得起来，传说是300多啦，不是，你可以说，所以要用记的，已经过滤以后需要调查的有300。那你知道企业界他们我昨天这2天才听到说，我都没有要收据了，你给我记账干什么？可是柯文哲会记不住啊，你要记住干什么？不是他怕我的账对不起来，万一有人 A 我的钱怎么办？
所以我就说大家关注点不一样嘛。企业界既然给你现金，就是希望没有痕迹捐的很少，又被人家笑。吴哥，你要想哦，对柯文哲来讲，这个钱他不是要传到选举专户的哦。对啊。所以这个钱是不入账的哦。对，是啊。好，那它是现金，对不对？那么多现金叠在一起，谁是谁的？不是，还有总数啊。这个邱大哥，你说的是柯文哲的心情，我说的是那些觉得很衰的人的心情。对，我们要对，他就说你们是两造。对，他就说我已经不要收据了，他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对啊，你拿走就拿走也没关系，就当没有这回事就好了。啊，结果你还给我记账，啊，结果还变成人尽皆知。那早知道我开收据就好了。对，所以其实企业界有三阶段的心情。第一阶段是很安心很快乐，黑了，后续马也跟我们讲啊。第二阶段是搞骗，搞讲会喝啊不会喝啊，去搞退哈。第三阶段就是退了搞记小哈。所以。其实这个柯这样做是蛮不道德的，蛮不上道的。不，其实你说像现在传出来的很多，因为这一阵子又包括你说像因为当然大家还是希望说柯爸身体能够康复，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可是那一波里面，最近大家就开始在讨论到，包括民众党内部，包括柯妈妈，那在过程当中有没有态度还比较强势？创下真的。柯妈，你要问我理解，我觉得柯妈是一个可爱的老人家，因为她就是很活泼。他跟柯爸的个性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照最近大家讲的，他很强势，这不是我们讲是包括那时候对朱慧荣他们讲的嘛？不是，他真的很强势啊！民众党最大派就是柯妈派啊，是事实啊。柯妈也会做，就是有些选民服务啊，就是局子里面可以帮他上哪些东西要处理，帮他去做街头啊。哦 ，OK， 对啊，不是大家想这么简单。柯妈在这里面，其实对柯文哲来讲的话，某种程度来讲的话，他真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妈妈讲什么？以柯文哲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理解他对柯妈的意见，包含连橘子都传说是跟柯妈那边接受过来的。柯妈意见是很强大的，所以呢，所以柯文哲还会抱怨说我妈那么强势嘛，这是魏荣讲的。然后新竹地方也有很多党员看的是柯妈哦，真的，就是柯妈可以影响的党员票哦。就关键就刚刚你讲的黄国昌，我们的老朋友，关键都是12月7号啦。对了，12月7号啦。因为现在这个局面里面，柯文哲要不要被延压？那如果他被延压，12月7号之前绝对出不来。那12月7号，民众党整个组织重新处理。12月7号，党代表要先选，选完之后中央委员之后就有党主席的问题。其实换句话讲，12月7号之后，那种护卫柯文哲的声音。有跟现在会不一样了啦，因为这个就是新权力结构就快回来了嘛，所以为什么蔡壁如要关心一下，然后结果柯美兰要轰一下，其实现在你在看这些是什么柯妈强势或什么在解释这些，关键都在于就刚才讲的新竹市都开柯妈的啊，所以谁护柯妈？那些因为12月7号有投票权的、有决定权的，不是你们嘛，是那一群铁草嘛。那一群铁草，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刚刚那些人在帅是什么？其实不用讲这么多，什么失望，什么黄国昌在那边讲什么，有没有出过庭？12月7号以后，大家都决定，而12月7号新的党主席出来之后，我们也不必要再讨论柯妈了，因为新的权力结构出来了。OK， 但秦王刚才讲到那些政治现金的这些，对，淑慧讲出了一些。企业主的心声，就是我也没有要收据，不要收据的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也是你情我愿，好 ，OK， 就是希望大家都不知道，对，就大家都不知道最好。这整件事，因为现在看起来那个政治现金，包括人到底有多少，东豪刚刚讲说，是不是真的里面搞不好光笔数看起来或那些人有没有超过刚刚讲大概300笔，或类似这样这些，这会不会在政商之间，在未来会变成另外一个商业风暴？就大家都不想要这个样子，结果你搞成这个样子。那这些查怎么查？变成风暴，我觉得只是变成大家一阵子的讨论，但不至于变成风暴。甚至对有些人来讲，这一件事情事发之后呢，钱可以不用交出去，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我觉得只是变成大家一阵子的讨论，但不至于变成风暴。甚至对有些人来讲，
这一件事情事发之后呢，钱可以不用交出去，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哦。因为那里面记账的部分有一些哦，据我所知道，因为柯文哲不是跑中南部去吗？中南部他不是说哦，这个要去有企业学习之旅，去了好几家公司啊，去了几家公司去了呢，就顺便哦，本来人家以为你来学习的，就顺便来募款了。本来以为你是来企业参访来学习，结果就顺道就直接到人家办公室跟人家董事长、总经理就直接募款。然后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也是来的就是有点错误。你刚刚讲好，这一段就有没有到人家去参访的时候，然后同时有没有要募款？我对于这整个过程，我相信很多人会比较讶异的那一段是黄崇仁证明的那一段，对，就是他打电话去，对，因为我那天我问了现场，包括现场的来宾，包括民意代表或是这么资深的，因为你从这么多次，不管大，尤其到总统选举或是直辖市长选举。会有候选人自己打电话跟那个商界的人讲这一段吗？柯文哲就是啊，我当然知道柯文哲，所以柯文哲最近讲了很多话，你就可以质疑他去年12月1号讲的是对的，穷到沿门托钵哦，对啊，这个我让对很多人讲比较讶异的是，这是你打电话来，而且他跟黄崇仁我不知道，除非真的很熟，要不然的话，对，怎么会是像这样的一个运作模式啊？我不觉得他跟黄崇仁会很熟，是吗？大家都觉得应该不会很熟吧？他真的很熟，他就称登门大户了。即便他们有人说，因为黄董的医界关系那是非常久之前的事情，那个不是他现在在想的事情。OK，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叹为观止的是，你打电话去要是一件事情。你打电话去要，人家不愿意告诉你说我支持赖清德，他主动帮对方想一个方式，就是说，要不然这样子，你就是找个案子给我的公司做，我的公司叫木可公司，因为我不相信黄崇仁会知道木可公司的。当然啊，他自己也说他也不知道木可是什么公司啊。对啊，所以一定是柯文哲跟他讲说，要不然这样子，你就有案子我让我的木可公司做，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就找一家公司，也不要是你的这个利基店，另外找一家公司，然后就透过我，也不是我本人，也是这家木可公司生意给他做啊，这样子其实也是可以。你要想说对黄崇来讲，你要跟他开口讲这个话，对我来讲，总统候选人开口跟他讲这个话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人家已经其实算拒绝你了，那你还主动帮对方想一个让他没办法拒绝的方式，然后让他答应下来，而且答应下来之后，双方因为黄崇不可能自己再发我这个案子啦，一定是双方。柯文哲指定一个窗口，然后黄崇仁指定一个窗口，两边的窗口再去把这个事情把它跑完，最后钱再从这个地方转进去嘛。所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嘛。所以你从黄崇仁讲的话哈，这是第一个反映出来，木可公司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啦。那第二个，为什么前面我要讲中南部那一段，是因为我听说有的钱是没有收到。就是有列账，但是没有收到，是应收账款。哦，还有应收，还应收账款，人家喊价他就记下来了。就当事人喊的价格，就像一哥讲，他就记下来了嘛。记下来钱没有收到啊，你如果那个东西如果丢掉的话，以后不知道找谁讨啊。你要留下来应收账款，才知道说谁跟我讲了要30万、50万，我才知道事后要找谁去跟他把钱要回来嘛。所以现在刚好事发之后，很多人就想说这事情不要康了啊，不要康当初跟人家讲喊的那个应收账款那个50万、30万，现在我觉得那些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可能没那么好命。所以你就知道说政治现金这一段在看的时候，我跟你讲，那里面的状况比大家想象中多元啦。就记账的部分有记下来的，不是每一个都是那种都是收到的钱啦，也有几笔是属于这一种的啦。OK， 所以你当企业在经营，还应收账款，所以到时候我们看到金黄的用词，但柯文哲政治是一门好生意啊。收账。胡老师，你很简单回答我一件，你跑政治这么多年，从选举选战看过这个样，我相信很多内幕你都知道，包括政治现金的一些内幕或什么，有这样的模式的吗？很少看到有一个候选人给那个被找的人有多重性选择，除了钱以外的事，真的很少看到有这么多重性选择嘛。就说你不给我，你直接不给我钱，那我有一个木可公司签个劳务契约然后你可以捐过来。其实坦白说，很少有看过这样。如果你说捐到，你有没有基金会？捐到基金会好，基金会开始就说，我基金会可以办活动啊，干什么？请候选人来啊，请那个什么，你还可以在那里面啊。其实很少看过说还有选择性的，就是说，那这样签个契约这个是我以前几乎没有听过，就一个总统候选人还可以去说，要你给我钱。要你给我契约，要你给我有公司可以做生意洗出来怎么样？
几乎匪夷所思哎。黄董可能也是第一次遇到了。可是我觉得柯文哲真的很适合做生意，很匪夷所思哎。他很适合做生意。要是我不会现场想到，人家不给我钱，我还说，那我有公司，你可以透过公司哈，业务或金钱都可以。我觉得你不给我钱，那我们做个生意吧。对，我觉得我不会想到。我觉得这个太匪夷所思了。君先有没有觉得叹为观止？这个其实你说不然你一个生意给我做，后来他给他做多少生意？200万。对啊。他们讲金额是不是200了？对啊，他说没那么多啦，他说没有到200万，可能180几之类的。但是网络调查这件事情是空啦。像你配音啊，照理讲柯文哲应该要翻脸了，可是他觉得这样也可以呢，对不对？所以这跟他以前那个给我们的那个人设差太多了。不过今天淑慧倒是我倒是有学到了，哪一个？第一个，原来柯文哲那么热衷在办双城论坛因为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向，因为他当时跟绿的这个部分还是关系还不错就很多人都觉得你不是墨绿的，你不是什么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你怎么会这么热衷在双城论坛？原来双城论坛也是可以做生意如果你这样看起来的话，哇，那柯文哲跟那个财团的关系，哇，这个大概破纪录了。这个就是对柯文哲来讲的话，即便这整件事情，因为羁押一定有一个时间嘛，你说就像你说到了，如果到起诉以后，法院会不会续押？这点我比较存疑啦，因为这个案子。可是前面你说已经申请延押了嘛，最起码如果法院准，那就再过2个月。可是当柯文哲就算出来以后，要面对的恐怕不只是单纯一个金华城，很多是在讨论的是他的人设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像这样一些问题。好，那可是中华民国不是只有金华城一件事。金学伟，总预算怎么样？什么叫做跨了一小步？那就是让行政院长来做预算的报告。就这样子。对，但是过去在这样的协商结论，通常会在注记这个报告完以后，那总预算就付委。OK， 付委通常就是这样。但是他没有，他现在就把这个部分拿掉。所以总预算行政院长报告完，那到底会不会开始审？还是在未定之天。我干嘛？没关系啦，就给一个楼梯，给个面子。但是刻意要营造给韩国瑜嘛。我因为本来大家都猜上次那个什么和解餐，结果吃了和解餐吃了没有？没有用，对啊，高兴嘛，对吧？可能地方不连筷子都没动啊。有人一句就是我不吃午餐的，对啊，然后就开始。你也知道是谁吧？地点不对，如果约在什么88会馆，可能就不会。约去豪猪影园吃饭，可能气温就会好一点了。你约在那种地方，当然民众党的人就不高兴。所以那个时候就猜测，可能那个和解餐就是要做一个面子给院长。后来确实也是做面子给韩国瑜，只是又拖了这段期间。OK， 那至少对执政党来讲的话，那让行政院长完成了总预算的一个报告，毕竟还是往前跨。不管虽然这个步伐跟以前的不大一样，但是至少还有往前的。OK， 但所以这整件事情这一番的波折，因为大家都知道到最后一定还是会过。对。可是这一番的波折过程，像柯志恩柯委员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过程在中南部来讲，会不会产生一些比较不利的发酵？会吗？当然，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一直说是蓝白党预算包括说地方的补助也没有福利的也没有等等的。那这种耳语确实在中南部比较容易发酵所以其实我也一直在跟国民党的院党团在讲说前面当然说行政院不编法定预算，这是行政院的问题这个法你再怎么不赞成，你也没提复议，你也没做什么，你就让他过了，甚至你自己民进党立委还挂了一个大看板说这是我争取的所以你现在不编，行政院不依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执行法定预算，这是行政院的问题。但是蓝白要挡几次？前面当然说行政院不编法定预算，这是行政院的问题这个法你再怎么不赞成，你也没提复议，你也没做什么，你就让他过了，甚至你自己民进党立委还挂了一个大看板说这是我争取的
所以你现在不编，行政院不依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执行法定预算，这是行政院的问题。但是蓝白要挡几次？你挡几次？中华民国的总预算法是什么？叫做不关门预算。过了12月31之后，今年的预算有编列进去了，明年都照样花所以那叫不关门预算。今年假设有2兆，明年是2兆3000亿，我告诉大家，影响就是那3000亿而已。所以如果我是行政院长，你最好不要审，你不审还1毛钱都不删啊！立法委员最大的权利叫做删预算，不是不审预算，好吗？所以我也跟国民党立院党团的立委们说，你们要去思考，就是到什么阶段为止，然后要怎么样就是总是要该收场。对，总是要开始审。你要删再多，那是你后面的权利。行政院就不能再复议再干嘛了不能把删掉的预算拿去释宪，不行嘛但你不审你拒审，那这个到最后那个后坐力就会慢慢的出现嘛前面有理，但是盯到后来，那你一直只为了2条。好，那这个确实是比较，因为原住民的进法补偿跟这个公粮收购都是影响到很少数的人，一般民众没有那么清楚，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国民党他大概也有在思考这方面的策略。我补充一下，那个有议员所提的进法条例确实是只影响少数人，因为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原住民，那你的土地我禁止你伐垦，禁止你伐垦，所以我补偿你。那原住民里面地主的占多少人？我请袁明伟给我提供资料，大概只有8%了，就90%的原住民他是没有土地，所以你这些补偿其实是补偿到很少数，只有8%的原住民，不是的原乡里面的地主那这8%里面有多少人是原住民的身份？那更少啊。对，大部分的地主都是平地人，也就是原住民都把土地卖掉了，所以你所谓的进法补偿是真的照顾原住民吗？不是。委员，你不能这样说。什么叫补偿？我们都知道他的精神是，原本这个地是他的，你不准他做什么事情，你先剥夺他的权利，所以你给他补偿。以前也就有了，现在只是金额的大小。如果行政院要觉得6万不对要4万，也不是用画帕拉 can 的方式，你就要请专业的人，你去估算凌价嘛你去估算他的经济损失，要不然你就不准他进法。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补偿是这个意思，原本就要补偿嘛，不是他少数或多数，而是你剥夺他的权益。现在有补偿我帮你补一个事情，补偿不是你讲那个地主人员，我曾经是在玉山的山腰上，大概1-2千公尺的地方，一大片的土地里面有妈祖庙。所以你讲地主的问题，有妈祖庙，重点都不是人数了，重点是它是法律。对啊，重点是它是法律。不，第一个原本就有补偿，不是0是补偿4万。对，原本就有那个法律啊。他把它提高到6万。对啊。是啊。但这个的话，你应该是要跟行政单位谈嘛，因为你自己主张你要增加预算，这是2个层次了。这2个层次，一个是从选票的计算来讲，民进党当然是算得出来说这个影响不大，但是从法律的精神来讲，那个是。可是国民党在坚持这个法律的过程中呢，国民党根本没有论述，没有策略。不是因为他联动到总预算的时候，那刚苏也讲，因为弄到最后他还是要过嘛，就算你不管过不过，反正预算现有编的一直往下，就5兆跳马照跑，所以柯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的感慨，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要在高雄选嘛，对，所以他的感受，因为老百姓可能根本不是这么清楚中间的没杠杆，但你只要听到预算被挡会不会有什么钱发不出来？平常讲，你说在政治操作上这是非常容易的一块，会不会变成这样？可是这整个一路往下，甚或后来不是都已经出现了？好了，有本事要不要倒阁？倒阁要不要就是把那解散国会，然后要不要选？然后国民党这地方就要选，好啊，大家一起来选啊，连总统都下来。一副讲到这句，他就是没有办法，宪法就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为什么大家都要讲成这个样子？这样我就是不倒阁，我才把赖清德拿出来讲嘛。如果我要倒阁，你赖清德一起下来选，不对啊，那赖清德是要解散国会的。是啊，你们过完了以后说，倒阁然后我跟你一起辞职，那国会要不要解散？包括他那个讲法，赖清德请辞，然后他要重选，对不对？换萧美琴变副总统就宣誓就第五了。现在唯一就是什么？
啊，立法院你们通过了不信任案的时候，我赖清德跟萧美琴签一个辞职书，压在很后面。然后呢，我再去黄国昌没有讲萧美琴，我征询立法院院长，征询完了以后，我再解散国会，然后我再辞职一起选，政治是这样玩的吗？不是，纠正，黄国昌没有讲到萧美琴，所以副总统不用辞职。我就讲一句白一点话。啊，你就没总提，你就是把赖清德抓来当那个借口的嘛，讲这么多干嘛？他没总，你现在才知道。然后不是，如果赖清德萧美琴辞职了以后，那你要倒阁干嘛？就总统改选，行政院长就换人了，还要倒阁干嘛？那个政治逻辑我真的有点就换韩国瑜了，第3顺位没有，政治逻辑搞不懂嘛，政治逻辑搞不懂嘛，因为对啊，你总统辞了以后，第1顺位是行政院院长就没啦，然后就一直带到那个立法院院长啊，不对啊，立法院被解散了，也没院长啊，无政府啊，不是立法院也被解散吗？一起选吗？再往下是谁？没有了，没有了，那就反正就重选吧，那就重选。然后天下大乱吗？黄国昌思虑不周，他没有把萧美琴放进去。天下大乱嘛，我就说一句话，哎，这个法律上面什么宪法上面都有写的东西嘛，那为什么你一定要赖清德出来呢？就是我没总提嘛，我就把赖清德拿出来嘛，那赖清德一定不会辞嘛，所以我不会倒阁嘛，这么简单嘛，好吧？所以在节目里面都让观众朋友知道一下，你要解读政治，那对，就听这些来宾们知道说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发展。好，但好歹总预算看起来。是有往下进一些，那民众很多一些疑虑是不是也能够从此释怀？但是其实全世界目前看起来的话，如果你把时间算一下，清华，离美国大选真的越来越近了。他先起投票，有的已经开始投了，包括有的投票都已经开始了。现在到底谁占优势？现在看起来川普比较占优势，而且非常的明显，真的非常的明显。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到川普现在从红色的部分你会看到这个图上面红色这个部分，红色部分是川普的支持度，那蓝色部分当然就是民主党是贺锦丽的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呢49对上贺锦丽的46.3%。可是我跟你讲哦，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可以观察的指标。第一个是在关键的摇摆州哦，过去即便支持民主党的关键摇摆州，现在看起来被川普反超的情况看起来，这种摇摆州是变多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哇，这个我觉得对贺锦丽来讲呢，这个最不利的因素是。民主党现在才发现贺锦丽不太适合接受专访。49对上贺锦丽的46.3%。可是我跟你讲哦，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可以观察的指标。第一个是在关键的摇摆州哦。过去即便支持民主党的关键摇摆州，现在看起来被川普反超的情况看起来，这种摇摆州是变多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哇，这个我觉得对贺锦丽来讲呢，这个最不利的因素是，民主党现在才发现贺锦丽不太适合接受专访哦，因为反专访必掉票，反专访必掉民调。那为什么这样？反专访必掉民调，因为贺锦丽会遇到一个状况是，第一个，贺锦丽呢，他对他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呢，他会问 A 答 B。但问 A 答 B 的状况呢，其实我记得好像侯友宜在选前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状况，但是这个贺锦丽的问 A 答 B 又没有韩国瑜来的好笑，所以他问 A 答 B 就显得很无聊。比如说那个人家在问他说，嘿，现在物价这个美国通货膨胀很严重，物价这么高，那贺锦丽，那你如果当总统的话，你要怎么做解决的方式呢？贺锦丽这时候呢就很一本正经的跟主持人说，我会想办法发出租屋津贴多2500块美金。那你想说，我在问你物价的问题，现在通膨这么严重，这些食物价格变贵了之后怎么解决？那你告诉我说你要发租屋津贴发2500块美金，这两者之间请问是什么关系？然后大家就会傻住，然后这时候贺锦丽呢就会很坚持的再讲一次，这2500块美金会对许多的中产阶级产生帮助，会非常的有效。那大家就更听不懂，然后呢？对，那你在讲什么？就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贺锦丽讲的话呢，就像这样子，他讲完了之后呢，你会不知道他到底在回答什么。但显然他不是很擅长论
论述。这个如何降低通货膨胀率，让这个一般的市井小民不要那么痛苦？这件事他经济上的论述不出来，所以他回答你一个这个生活津贴的方式。所以类似的状况啊，你知道贺锦丽接受3家电视台专访，包括亲民主党的电视台，都出现类似的情况。所以到最后呢，《纽约时报》呢出了一则的这个新闻。那个《纽约时报》的新闻上面的标题就是：现在贺锦丽团队的竞选策略就是尽量让他不要接受专访，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对贺锦丽来说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对，那没想到专访，因为一般来讲都希望能够这样创造一波的包括那所有的民众大家的热烈讨论啊或者什么，但没想到这个负面会造成这样一些影响。美国投票算照11月那个时候的话，那当然你不要讨论马斯克最近有很多的一些，对我也没有办法想象每天100万美金。对，这难道不会有事吗？如果在台湾早就抓起来了，那怎么会是每天100万美金这？连美国联邦政府都有人在讨论说，其实这个应该会涉及到违法问题。我不知道，反正美国法律他们要去解决这件事情。但你会关心的，除了美国的选举，台海所有这些局势，大家会特别关心，包括东亚，包括所有这些状况。庄家，金正恩会不会搞事？然后最近大家都常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所有这些，日本做了一个他们的演习，真的是在做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他在模拟是台湾有事，他去撤与那国岛的居民。基本上呢，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利剑演习。其实利剑演习呢，美日已经进行了25次了，25次才叫利剑。然后中国那个利剑2024B， 对不对？那个只是这样跟这利剑比起来是不一样的。而这次利剑呢，美日共同举行，而这一次呢，45000人，OK， 40艘战舰，300架军机，但是这次是首次征用30处日本民间的港口或港湾或机场，可能在必要的时候要加以使用。那这个时候都已经是变成是，如果日本台湾有事或其他有事的时候，他们民间的力量怎么进行动员？所以看到的就是与那国岛。他们就想说，如果到时候有状况的时候，与那国岛是要怎么样的集结，怎么样的把居民给撤离？这个就是对于整个台湾有事，如果这个状况的时候，他们应该做什么准备？因为呢，他们的那个整个的就防卫项呢，在整个启动的时候，特别讲说这次的目的就是防止，他没有点名，但是很清楚，有一个力量刻意的用武力改变印太现状。那当然讲的就是指中国。所以看他们的演习的内容已经到了这个层次。OK， 这个准备到，但是呢，其实现在大家真的比较担心的，为什么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了辛小胖？对，因为呢，首先的是美国连奥斯汀都作证了，作证说确实有整个北韩的可能的是特种部队，然后有些资讯是说到了4个旅。那是12000人，有些资讯是说3000人已经去参战了，到俄罗斯去参战了。那俄罗斯就要去参战，然后正在接受训练。那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是战火在扩大。然后另外一个金正恩呢，又开始在准备说，我们呢要撑物资食物要撑3个月，然后是视察整个金正恩洲际飞弹。那你看这个东西只是个别吗？没有，因为其实美国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从上次洲际飞弹打到关岛那边去，然后立刻执行了2024B，然后金正恩立刻断掉一条铁路、一条公路跟南韩关系，然后出兵协助出兵。他们现在想的是，美国还没决定总统，美国就算决定总统1月之前的组织新内政府的时候，如果单一国家，美国可以应付。如果是串接起来，在测试。美国如果面对的是金正恩连到北韩连到俄罗斯，然后如果在那边包括中东、伊朗这个地方，如果大家全面性那边有事，那你台湾这方面，美国只能应付3个战场的国家基本实力会不会受到挑战 ？OK， 在未来全球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变化？那美国总统选举一定扮演非常关键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因素。那未来选举到底会怎么样？全球在关注。那当今天金华城这个案子北检监直接针对包括柯文哲主席、包括彭政生提出严压以后，下礼拜一大家就会知道，那所有相关的一些人的严压会是什么个状况？未来这个案情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